丈夫1年的出差终于结束，我喷上了丈夫最喜欢的香水，举着横幅来迎接。可当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映入眼帘的不只是丈夫，还有一个身怀6甲的女子，是她的助理。丈夫依旧温柔，只不过这次是对着身边的女孩。我呆愣在原地，身边看向我的眼神好像也充满了戏谑。丈夫来到我的身前，松开了搀扶的手，向我凑了过来。我松了口气，以为是误会，结果丈夫皱着眉又后退2步。我说什么味这么刺鼻？你喷这么浓的香水，微微过敏了怎么办？我知道我们的爱情要结束了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夫人，沈总的航班马上就要到了。身旁沈之初的秘书看了看时间，低声提醒我。想起沈之初，我忍不住露出笑容，又补了一点香水，期待地看向出口。身后是丈夫公司的一众高层人员，他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，也都在等候沈之初回来。渐渐的有人走出来，我四处张望，在人群里捕捉到了沈之初的身影。四目相对那一刻，我像木头似的定在原地。沈之初西装革履，风度翩翩，全然看不出风尘仆仆归来的疲惫，反倒笑容满面。他搀扶着怀里小腹隆起的女人，眼神温柔的像是能滴出水来。这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沈之初的助理姜薇。姜薇虽然怀了孕，但四肢依旧纤细，妆容精致，在沈之初怀里显得格外柔弱，简直可以说是我见犹怜。而沈之初就这么旁若无人地揽着她，二人举止亲密，眼神仿佛能拉丝。我半天都没反应过来，抱着花呆在原地。身后的高层们自然也看见这一幕，忍不住窃窃私语，看向我的眼神里或是同情，或是嘲讽。沈之初就这么带着姜薇走到队伍前面，神情显得异常坦然。还没等我开口质问，他就松开了挽着姜薇的手，向我凑了过来。我悄悄松了口气，以为这一切都只是误会，没想到下一秒他就皱着眉后退。沈之初冷漠地看着我，用手扇着空气。我说什么味这么刺鼻？原来是你喷这么浓的香水，微微过敏了怎么办？我的心沉了下去。今天我喷的香水是他曾经送我的礼物。以前的他会把头埋在我的颈间，贪婪呼吸，现在的他却只觉得刺鼻。我暗暗叹了口气，人终究是会变的。见气氛太过尴尬，有高层走上前圆场：“沈总，您刚出差回来，想必很累，不如早些回去休息吧。”沈之初目光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又伸手搂过姜薇，看向怀里娇柔的女人时才有几分好脸色。不着急，晚上还有个宴会。我心里再度燃起对沈之初的希望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以为他起码还记得这个，要跟我一起庆祝。同行的一位高管显然也是这么想的，抱着打圆场的心思，他笑着对沈之初道：“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女主角一定得到场啊。”说着，他向我这边看了一眼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刚要走过去，却被沈之初轻飘飘的一句话定死在原地。微微的生日派对，他当然要去。方才说话的高管也结结实实愣了几秒，但他们这群人都是人精，很快明白了沈之初的意思。原先跟在我身后的管理层都围到沈之初和姜薇身边，你一句我一句地恭维起姜薇来。沈之初的秘书看了我一眼，叹了口气，最终什么都没有说，跟着他们上了车。剩下的员工也开始陆陆续续离去，只是路过我时，传来隐隐约约的指指点点。沈夫人心理素质可真好，要是我早就站不住了。就是啊，
她脸皮也是够厚的，还叫什么沈夫人。我看她很快就要退位让贤了，人群散去，只剩我一人站在原地。明明是骄阳似火的夏天，机场空调给的并不是很足，有些燥热，但我却只觉得如坠冰窟，仿佛浑身的血液都被冻结了。我身上的味道依旧浓郁，阵阵香气袭来，可脑海中闪烁的片段不断提醒我残忍的事实：我的丈夫出轨了，而出轨对象正是他一直压榨铺的助理。姜薇刚刚入职时，沈之初没少跟我抱怨他。那时候姜薇大学毕业不久，没什么社会经验，也不懂人情世故，好几次甚至差点把合作搞黄。沈之初对此非常不满，但又碍于人家是个小姑娘，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私下里跟我抱怨。我想起自己当年工作时被刁难的经历，有些心疼姜薇，时常劝说沈之初：刚毕业的年轻人是这样的吗？你宽容一点，多给人家一点机会。沈之初面露无奈，凑过来亲了亲我。好吧，看在老婆的面子上，我就多给她一点耐心吧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慢慢接纳了这位做事生疏的助理。当时我还很欣慰，以为是姜薇的工作能力提升了，现在想来，只怕他是说服了沈之初。谁能想到，我的好意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？但我想不明白，姜薇为什么会怀孕？在我的印象里，沈之初一直非常讨厌小孩，他觉得小孩无法沟通，十分吵闹，认为小孩会分走他的精力。沈之初是个工作狂，不能容忍任何影响他赚钱的因素。要不是我当时多次劝说，或许他早就把姜薇开除了。其实当初我和沈之初曾意外有过一个孩子。沈之初平时很谨慎，每次都会有安全措施，但那一次我们都处于微醺的状态，意乱情迷之下，什么也顾不上了。1个月后，我发觉了身体的改变，心里隐约有了猜想，急匆匆地跑去药店。那天晚上，我满心欢喜地将显示2道杠的验孕棒递给沈之初，几乎无法抑制脸上的笑容。毕竟这是我们的第1个孩子。但沈之初的态度显得很冷淡，他甚至皱着眉，将验孕棒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。最终，他随手将验孕棒扔进垃圾桶，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脸颊，说出来的话却无比冰冷：老婆，把孩子打掉吧。我当时还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里，完全不能接受。那天，我们爆发了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，我们冷战了好几天。期间我几次试图求和，沈之初都不予理睬，唯一要求我打掉孩子。到最后，他甚至以离婚来要挟，我还是妥协了，躺进了冰冷的手术室。麻醉药生效之前，我摸了摸还很平坦的小腹，流下一滴眼泪。我在心里对这个再也无法出世的孩子道歉：对不起，比起你，我还是更爱你爸爸。流产之后，沈之初又变回了那个温柔体贴的丈夫。有时见我为孩子伤心，他总会把我抱在怀里，一脸认真的许诺：老婆，现在公司的状况还不稳定，等将来我们经济状况好了，再考虑怀孕，这样我才能给你和宝宝更好的生活呀。我想了想，觉得他说的也对。在沈之初的要求下，我辞去工作，安心在家当全职太太。他主外，我主内，我们共同为幸福的家而奋斗。我久久无法从回忆里脱身，手机屏幕忽然亮起，我点开微信，看见了沈之初的朋友圈，终于回国，要和他好好吃喝玩乐。配图是一块价值不菲的项链。之前我曾收到过沈之初购买项链的支出短信，
当时我还以为这是他特意买给我的生日礼物，于是假装并不知情。现在看来，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。我知道这段婚姻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。我给沈之初打了很多通电话，但无一例外没有被接听。发过去的短信和微信也如石沉大海，得不到回应。直到晚上，沈之初给我发来一个定位，那是本市很有名的会所，平时他跟朋友聚会几乎都是在那里，对我而言并不陌生。来这儿参加宴会，我有话和你说。想了想，我还是决定赴约。宴会地点依旧在沈之初惯用的包厢。刚把门推开一条缝，就看见坐在沙发上的沈之初和姜薇。姜薇倚靠在他怀里，而沈之初眉眼带着淡淡的笑意，从茶几上的果盘里拿了葡萄，细致地剥掉皮喂给他。他们的动作那么亲密，一看就是对般配的爱侣。沈之初的朋友们都跟着起哄：哟，以前可没见沈哥你这么温柔体贴过。哎呀，小嫂子这么漂亮，哪个男人看了不心疼啊？这倒也是，沈哥真是好福气。我在心里嗤笑一声。以前这群人去家里吃饭，哪回不是我忙前忙后？当时他们夸我贤惠，说羡慕沈之初，没想到现在对着姜薇一口一个嫂子，叫的也挺欢。姜薇听了这些调侃，有些不好意思的红着脸缩进沈之初怀里。这群人见状，起哄得更起劲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包厢大门，欢声笑语在这一刻戛然而止。他们都面露尴尬，装作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，低头跟身边的人小声说着什么。其实我能猜到，他们无非是在议论沈之初为什么会把我叫来罢了。沈之初扬了扬下巴，示意我落座。我在离他们最远的沙发上坐下来，包厢里全是熟悉的面孔。沈之初就这么当着一屋子人的面开口了：季听和，我今天叫你过来，是要正式跟你提出离婚。我嗤笑一声，这话说的好像他之前给我预告过似的，明明出差前还跟我恩爱甜蜜，现在却带着带了肚子的小三回来示威。不得不说，这狗男人演技还真不错。如果不开公司，或许去闯荡娱乐圈还能有一番作为。理由呢？我看着他，很冷静地开口询问。沈之初一扬眉毛，表情带着不耐和不屑：我受够了和你在一起千篇一律的日子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妆也不化，身材也走样了，穿的衣服也土里土气，你难道还觉得你配得上我吗？我简直要被气笑了。当初是他要求我辞职待在家里做他的贤内助，沈之初胃不好，我就四处搜罗菜谱，学习各种营养餐，每天不间断地给他炖补汤。结婚之前，我连碗都没洗过，却为了他硬生生把自己逼成大厨，连我自己都数不清多少次切菜时划破了自己的手，又有多少次不小心被烫伤。他对我的付出视若无睹，堂而皇之地开始嫌弃我不够漂亮。沈之初如今事业有成，第一个要换掉的就是我这个糟糠之妻。我没有发怒，依旧保持着平静。你是铁了心要让小三上位，对吗？听见我这话，姜薇神色有些许不自然，但很快他又示威一样缩在沈之初怀里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不被爱的才是小三，之初现在爱的是谁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沈之初搂着他，什么也没有说。姜薇自觉有了靠山，挺直腰板，讲话愈发不客气。你现在给不了他任何事业上的帮助，能给他做的也只是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生活琐事，退位让贤不是理所应当吗？周遭竟然响起一阵附和声。沈之初还嫌不够似的，
将一张银行卡扔到我面前，态度十分傲慢。里面是给你的补偿，房子也给你，后天工作日我要在民政局门口看到你。我心平气和地捡起卡，下一秒，随着一声脆响，那张银行卡被我掰成了两半。沈之初的脸上先是错愕，随后变成恼怒，厉声呵斥道：“季听和，你不要不知好歹！不知好歹的究竟是谁呢？”我随手把断掉的银行卡扔到地上，从沙发上起身。房子本来就是我的，你的臭钱我不稀罕，一分我也不会要。婚是必须要离的，一切按照法律程序走。沈之初的一个朋友扑哧一声笑出来，嘲讽道：“不是，你一个家庭主妇，说话口气倒是挺大的，真好笑。沈哥要跟他好聚好散，他还不乐意，等净身出户就老实了。”姜薇眼珠一转，柔柔弱弱地皱起眉：“之初，他好凶啊，不会吓到我们的宝宝吧？”一边说着，他还装模作样地摸了摸肚子。沈之初也跟着皱眉，安慰性地拍拍姜薇的肩膀：“薇薇别怕，有老公在，他伤害不了你和宝宝。我懒得看他们你侬我侬。”翻了个白眼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所。回到家以后，我把沈之初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出来，打包扔在了家门口，随后开始清点自己的物品，要断就断个干净。我不稀罕他的东西，他也别想拿走属于我的任何东西。清点到一半，我忽然想起我妈以前求来的招财猫还在沈之初办公室，那是我妈妈的遗物，是她死之前拖着病体求来的东西，说希望她能保佑我一辈子财运亨通，无忧无虑。之前我把它给了沈之初，觉得他在那儿更能发挥作用。现在既然要离婚了，我自然不能容忍我妈妈的遗物继续留在沈之初那里。第二天，我就去了沈之初的公司，可向来对我殷勤的前台，今天却变得十分冷漠。“季小姐，你有预约吗？没有的话是不能进入的。”我瞥了他一眼，前台的脸上满是嘲弄和讥笑。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变脸倒是挺快。我只是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前台不为所动，一副秉公办事的态度。“不好意思，如果没有预约的话，你不能进去。”他刻意咬中了“预约”2个字，我也逐渐没了耐心。我现在怎么说也算你半个老板，你哪里来的胆子拦着我？我和沈之初的事情，你有什么资格插手？前台却不以为意，嗤笑一声：“季小姐，人要有自知之明，大家都是体面人，一味纠缠只会闹得大家都不好看。您觉得呢？”在他眼里，我不过是依附于沈之初而生的菟丝花，没了他就什么也不是。我冷笑一声，走到前台面前，一巴掌就扇到他的脸上。前台没想到我会突然动手，一时躲闪不及，结实挨了一下，脸上顿时红肿。趁着他一时半会没有还手的力气，我按开电梯，直达顶层办公室。办公室里飘来一股暧昧的味道，姜薇和沈之初正在椅子上缠绵着。听见声响，他回过头，在看见我的那一刻尖叫起来：“啊，你怎么进来的？”他说着，慌慌张张地用衣服挡住自己，跑进了休息室。沈之初也从意乱情迷中回过神，慌慌张张地整理起自己的衣服，满脸不耐烦：“季听和，你还跑来干什么？”我嘴角抽搐了几下，难怪沈之初这么快就移情别恋，原来他们玩得这么大。看着那片白花花的肉体，我只觉得有些辣眼睛。我一眼就看见放在沈之初办公桌上的招财猫，径直走了过去。沈之初眉头紧锁，但还没开口，门外就传来一阵哭啼：“沈总，
季小姐不遵守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就算了，还打我，我拦都拦不住啊！季总，你看我的脸，破相了，我就不活了！呜呜！前台进了门就抓着沈之初的袖子，哭得梨花带雨。沈之初的眉毛拧得更紧了。季听和，是你自己说不要我的钱，现在又跑来干什么？我根本懒得搭理他，拿起桌上的招财猫就准备离开。他做了好几年高高在上的商界精英，每天被人追捧，自然受不了被人这么服了面子，立刻火冒三丈，跑过来想要拽住我。我自然不会如他的愿。争执之间，招财猫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我一时愣住了，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，是她重病之时执意亲自出门去求来的。它对别人来说或许只是个普通的摆件，对我而言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眼泪一颗颗落在地上，我的眼前很快变得一片模糊。我想要忍住眼泪，但想起妈妈，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沈之初慢条斯理地整理好衣服，又恢复了平日衣冠楚楚的模样。看见我在他面前情绪崩溃，不管不顾地大哭起来，露出得意的笑容。他用鞋尖拨弄了一下地上的招财猫碎片，漫不经心道：“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不小心弄碎了。不过就这么个不值钱的破玩意儿，扔到大街上都没人会捡吧？”我抽噎着，仰脸瞪视他。我的怒火和眼泪助长了沈之初的气焰，但办公室里的动静已经吸引了员工们的注意力，不少人都凑在门口等着看热闹。沈之初扫了一眼人群，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，没有再发作。我强忍着怒气，从地上捡起招财猫的碎片，用纸巾包好，离开了这里。站在公司大门口时，我终于勉强平复了情绪，在通话记录里翻找了很久，拨通了那个人的电话。喂，你现在有空吗？能不能出来一趟？我回到家时已经是深夜，客厅里的灯开着，沈之初坐在沙发上，衬衣扣子解开2颗，姿态显得悠闲随意，只是沉着脸，面色不善。他的脚边赫然是被我扔出去的，属于他的大包小包。我暗自后悔，没有及时换掉门锁。想起被打碎的招财猫和沈之初的冷嘲热讽，我甚至懒得再和他虚与委蛇，冷冷道：“滚出去！”沈之初对此置若罔闻，翻了个白眼，抱怨道：“你发什么疯？干嘛把我的东西都扔到外面？”我没什么心思跟他吵架，全当没听见。见我不吱声，沈之初倒是更来劲了，一副要把上午丢的面子找不回来的架势。怎么，刚跟我撕破脸，就这么晚回来？已经找好下家了是吧？我就说呢，难怪这么迫不及待。你外面那个小白脸养得起你吗？别到时候又哭着回来求我收留。我的沉默在沈之初眼里成了懦弱，他将脚架到茶几上，语气随意地吩咐我去给我做饭。等了这么久，我都饿了，我根本懒得搭理他，径直回了房间，把门锁上。沈之初在外面把房门敲得砰砰作响。季听和，给我滚出来！你聋了吗？我有些疲惫地坐到床上。滚去找你的微微。另外，我已经提醒过你了，房子是我的，赶紧滚蛋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沈之初狠狠地踢了一脚房门，在外面又骂骂咧咧了一会儿，大门被重重摔上。沈之初厉声道：“季听和，你别后悔。”第二天一早，我和沈之初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。拿到离婚证后，我走到民政局大门口，望着明媚的阳光，深深地吐出一口气。8年的婚姻走向尾声，我并没有想象中的伤心，只是觉得如释重负。反观终于遂了心愿的沈之初，
却好像并没有那么开心。他攥着手里的离婚证，咬了咬牙，狠狠瞪我一眼。同床共枕了那么多年，我却忽然发现我一点都不了解沈之初。他不高兴，难道是因为我没有像个泼妇一样哀求他不要离开吗？我们的婚姻已经结束，我懒得再去思索这些。准备离开时，却被沈之初叫住了。他沉默很久，牙都要咬碎了，终于憋出来一句：“怎么，你那小白脸呢？就让你自己回去。”沈之初的司机开着车停到路边，后排的车窗降下来，露出姜薇巴掌大的小脸。我把离婚证收进包里，抿唇一笑，当然比不上你和姜薇伉俪情深，祝你们以后幸福美满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还真得感谢姜薇，要不是她和沈之初搞在一起，也许沈之初还不会那么快暴露本性，而我还要继续任劳任怨地给他当免费保姆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勾唇一笑。姜薇一脸得意，娇滴滴地喊沈之初：“老公，你快来呀！”看见我的笑容，沈之初面色有些古怪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懒得再搭理他们，看着一辆商务车缓缓停到我面前，车门打开，我直接上车。身后传来沈之初的大叫：“季听河，你个贱人！”果然找好了下家。季听河，滚下来，给老子解释清楚！季听河，你个不要脸的，这么多年吃我的喝我的，竟然敢背着我找姘头！我根本不屑于辩解，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沈之初背叛了我，背叛了我们的婚姻和爱情，我何必继续跟他浪费口舌呢？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。车门关闭，将沈之初不堪入耳的辱骂声隔绝在外。坐在副驾驶的人对沈之初的行为十分不耻，翻了个大白眼。随后他看向我，露出真诚的笑容，冲我伸出手：“听河，欢迎你回到公司。”我笑着和他握手，还是得感谢领导们的器重，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。又寒暄了几句，我透过后视镜看见沈之初逐渐缩小的身影。做了太久的家庭主妇，或许他早就已经忘了本来的我是什么样的。我并不是什么软弱可欺的人，出轨的男人我不稀罕，但这并不代表我可以心平气和地看着沈之初继续风光无限。他欺骗我，辱骂我，甚至毁掉了妈妈留给我的东西。复仇的种子已经在我心里种下，经过这桩桩件件的浇灌，早就生根发芽。我要他为他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，我要看他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稍稍弥补我浪费掉的8年青春。来接我的并不像沈之初想的那样是什么新欢，而是我之前公司恒悦集团的同事。沈之初事业上升期时，我在前途和爱情上选择了后者。那时我还很年轻，相信我和沈之初可以一辈子在一起。为了他，我放弃了升职的机会，辞职回家做全职太太，每天洗手做羹汤。经过8年的时间，原先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，甚至成了沈之初公司重要的合作商。而我原本的同事谢婉地位也不断提高，成了恒悦的核心人物。结婚以后，我依旧和谢婉保持着联系，她常常想约我出来聊天，喝下午茶，但那时候我总有做不完的家务，而她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忙，所以总是挤不出时间。虽然见不了面，但她依旧会发信息给我，劝我重回职场。那时我并不太在意，把沈之初给我画的大饼当作最完美的人生规划，心甘情愿成为他的附庸。但其实我并不比沈之初差，如果当初没有选择辞职，或许我也可以像谢婉一样，在恒悦身居高位，拥有自己的事业，
那天晚上，我拨通的正是谢婉的电话，我约她出来见面，将这些年的事情和沈之初的所作所为和盘托出。听完以后，谢婉沉默了很久，半晌，她拿起纸巾替我擦掉眼泪。虽然我们已经不再年轻，但她笑起来时还是和以前一样，真诚又温柔。听和，欢迎你回到恒岳。得知我今天要来民政局，谢婉执意要接我。你对沈氏最熟悉，我相信以你的能力，处理好这次的对接事宜绝对不成问题。谢婉笑着拍拍我的肩膀，我面露感激地看向他。他愿意让许久不涉职场的我一回来就承担这么重要的工作，一方面是相信我的能力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我出气。恒岳这次是沈氏的甲方，我稍微为难沈之初一些，也并不过分。毕竟有的是公司挤破脑袋都盼不到跟恒岳合作的机会，我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。我点点头，谢谢你，谢总。说来也巧，今晚就有恒岳和沈氏的商业会谈。走进包厢的前一秒，谢婉握住我的手。我有些疑惑地抬头，正好和他对上视线。谢婉笑了笑，温声道：“放开手去干，一切有公司给你兜底。”从他脸上，我看见了毫无保留的信任和肯定，这和我从沈之初那里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包厢大门。沈之初估计做梦都没想到，恒岳派来的代表会是我。他只当我是来找他的，一脸震惊地盯着我。你怎么找过来的？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沈之初神色变得有些鄙夷。你跟踪我？不是。他到底哪来的自信啊？沈之初的秘书冷着脸拦在我和沈之初之间。季小姐，我上次就跟您说过，成年人要懂得分寸。您难道非得要沈总跟您撕破脸吗？姜薇则又开始装柔弱，坐在沈之初身边，挽着他的胳膊，看着我的眼神却充满敌意。我在心里发笑，说吧，继续说吧，我倒要看看，待会儿得知了我的身份，你们还能笑出来吗？我板着脸，拉开椅子坐下，以公事公办的态度对待他们。陈秘书，沈总，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这里是恒岳和沈氏的商业会谈，如果你们有私事要找我谈，请另外预约时间。沈之初愣了几秒，扑哧一声笑出来。没想到你还知道我公司跟恒岳有合作呀？说吧，季听和，你跟踪我多久了？我靠着椅背，双手交叉撑住下颌。沈总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请不要这么称呼我。难道对合作方的代表直呼其名就是沈氏的待客之道吗？那我觉得这次双方的合作还是有待商榷的。沈之初乐不可支，脸上的轻蔑都快溢出来了。得了吧，季听和，别演了，就你还代表恒岳集团，说出去给人大牙都笑掉了。我做了8年的家庭主妇，沈之初认定，凭我这8年的空窗期，根本不可能找到像样的工作，何况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。但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出人意料。我从包里掏出合作的文件，扔到沈之初面前。他起先还断定我是在撒谎，漫不经心地拿起文件翻了几页。可在看清内容以及最后的公章之后，沈之初笑不出来了。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了看我，又看看手里的文件，脸色惨白，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。陈秘书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。这次和恒岳合作的机会是他们好不容易才得到的，可就刚才那短短几分钟，他们就已经把我这个代表得罪透了。秘书嘴唇都在颤抖，颤巍巍地拿手帕擦了擦额头渗出来的汗。沈之初缓过劲来，站起身朝我伸出手：“季总，抱歉，刚才都是误会。”我坐在椅子上，并不伸手，
冷冰冰地看向他。沈总和您的秘书连基本的尊重人都不会，恒越一旦同意合作，风险太大了，所以我觉得合作的事情还是改天再谈吧。我站起身，理了理衣领，做事要离开。沈之初的表情狰狞了一瞬，很快又变得人模人样，卑躬屈膝地跟我道歉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季总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应该把公事和私事混为一谈，合作的事情您再好好考虑考虑。沈氏这一次绝对是充满诚意的，风水轮流转，这回受辱的成了沈之初。”我瞥他一眼，故意不作声，一副坚决要取消合作的架势。沈之初差点连笑容都没绷住，搓了搓手，有些紧张地咽了咽口水。季总，您看，我再次落座。沈之初悬着的心终于暂时落回了嗓子眼里，他陪着笑，在我身边坐下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季总，所以合作的事情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他：“这样吧，沈氏再让利10个点，我就考虑合作。其实现在的状况对恒越来说已经很不错，但我故意提出这么苛刻的要求，就是为了耍沈之初。”他果然上钩了。一听见我的要求，沈之初眉毛都拧成一团，一边搓着手，用商量的语气开口道：“季总，原本我们已经让了好几个点了，如果按您说的继续让，恐怕我们要血本无归。”似乎还是第一次看沈之初这么卑微，我觉得还挺新鲜。我托着腮，饶有兴致地看向他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行啊，那你跪下求我。”沈之初一脸不可置信，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耳朵出了问题。过了好几秒才跟我对视，姜薇倒是先急了，搂着他的胳膊娇声道：“沈总，你看看他就是故意羞辱你。”我十分坦然：“我也没说不是啊，我就是故意羞辱沈之初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如今为刀俎的是我，还不是我想怎么玩他就这么玩。弱势者从来没有选择权。我以前被爱情蒙蔽了双眼，现在可不会了。”沈之初一向心高气傲，估计这会儿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，但他也没办法，主动权掌握在我手里，合作要不要继续都是我说了算。他咬着牙，一把推开姜薇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：“季总，请您原谅我的冒犯。”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，睥睨他此刻卑微的姿态，难怪他那么喜欢羞辱我，这种感觉确实很不错。我没搭理他，目光转向一边的陈秘书：“还有你呢。”陈秘书连沈之初这个做上司的都跪了，陈秘书自然没有任何反驳的理由。片刻后，看着齐刷刷跪在我面前的2个人，我发自内心的笑出了声。听见我的笑声，沈之初更气了，连握紧的拳头都在颤抖。最后只剩下姜薇了。我收敛笑意，不慌不忙地拿起桌上的白酒，倒了满满一杯。姜助理还怀着孕，总不好让你下跪。来，喝了这杯酒，喝了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姜薇瞪圆眼睛看着我，一脸惊慌失措地捂住了肚子：“你疯了？我还怀着孕，怎么能喝酒？”我故作遗憾地叹了口气：“这样啊，那没办法了，这次的合作还是取消吧。”我话音刚落，沈之初就急得要命，恶狠狠地给了姜薇一巴掌：“季总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。”他这一巴掌没收着力，打得姜薇白皙的脸颊上浮起了明显的红痕。姜薇恐怕从生下来就没受过这种委屈，捂着脸，眼眶里很快盈满了泪水，但是仍倔强地看着沈之初。但这回沈之初可不吃他这一套，他最在乎的就是利益，在利益面前，孩子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他扯着姜薇的头发，把她拉到桌前，拿起那杯酒送到她唇边，表情显得有些狰狞：“呵，
给我张开嘴喝！贱人，你装什么？还真把自己当沈夫人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对你也就是玩玩而已。姜薇流着眼泪，仍然在努力推拒着。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我忽然觉得很没意思。我爱了这么多年的男人，其实就是个利益至上的人渣。我摇摇头，起身准备离开。算了，别喝了。沈之初如梦初醒，慌慌张张的松手，又跑到我面前陪笑，全然不管。姜薇哭着跑了出去。其实不管于公于私，我都不会同意这次的合作。刚准备开口，就听见楼下传来一阵刺耳的撞击声。陈秘书慌忙跑到窗边，向下看了看，随后惊慌失措地对沈之初说：“不好了，沈总，是您的车。”恐怕是江小姐她。沈之初的脸色变得惨白如纸。这次的合作自然是告吹了，但我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，因为我掌握着沈之初公司产品合格率不达标的证据，跟恒越的合作告吹，再加上产品不合格事件的爆发，沈氏集团一下子陷入风波之中。姜薇的孩子因为车祸没能保住，而他也顺理成章被焦头烂额的沈之初抛弃了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忙于工作，毕竟很久没有上班，适应还是需要一点时间。谢婉帮了我很多，也教会了我很多。再次得知沈之初的事情，是从谢婉口中。那天他突然告诉我，恒越和沈氏的合作可以继续了。我有些疑惑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谢婉将文件夹放到桌上，神色平静。沈之初被姜薇杀了，现在沈氏已经被收购了。我眼皮一颤，有那么几秒怀疑自己听错了，但也仅仅是几秒钟的时间。我拿起文件，冲谢婉点了点头：“好的，谢总，我知道了。”说实话，我没想到姜薇会那么狠。回到办公室后，我搜索了有关的新闻，发现姜薇在动手之后就自首了。我盯着窗外的高楼大厦看了一会儿，关掉网页，继续开始工作。没想到几天之后，我却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。警察告诉我，姜薇提出想要见我，或许是因为流产伤了身体，她的脸色看起来很苍白，人也瘦了一大圈，蓬头垢面的，和以前简直判若两人。我隔着玻璃和她对视片刻，垂下眼睑：“找我来有什么话要说？”姜薇一瞬不瞬地盯着我，片刻后惨笑一声：“你应该都猜到了吧？”我点点头，她却像没看见似的，自顾自地继续说道：“其实沈之初并不是有多爱我，他这个人自私的要命，眼里只有利益。他只是觉得你这个糟糠之妻对他的事业发展不利，所以想利用我把你逼退。我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我只想生下孩子，然后拿钱走人。可我没想到，他连自己的孩子都完全不在乎。”姜薇一边说着，泣不成声。从始至终，我只是很平静地看着他。其实从沈之初逼他喝酒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了，这个人脑子里只有利益，最擅长的就是算计。从前我对他有用，所以他不介意和我演夫妻情深。但后来随着公司规模扩大，他不再需要我这位出身普通的糟糠之妻了。走出监狱大门时，暮色四合，我看着天空中绚丽的晚霞，开始计划过几天休假该去哪里玩。现在的我像一阵自由的风，可以随意去往自己喜欢的任何一个角落。我热爱这样的生活，也热爱这样的自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